不过呢，现在大家要看的是到底川普，因为呢，我们也不太懂川普。川普在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常常让看起来觉得他好像要了，他又缩手了；看起来他好像没出手，他出手了。来，4月现在呢讲了，说一定会对各国开征对等关税，而且强调我们一定会赢，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赢。现在呢，他的关税一祭出之后，直接受到影响的，其实很多是美国的企业，好，比如说 Walmart 呢，他现在竟然要求中国的供应商，你是不是减价啊？我这成本提高，你是不是减价？毕竟我这边关税提高嘛。好，可是这一件事情，马上大陆商务部出来讲话了，说要我们做亏本生意，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哎呦，这个就有违商业合约之嫌哦。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等待你的不是只是找你来谈一谈而已，后续可能会有更多了。毕竟现在对于川普的关税，面对的不是只有中方而已，还包括了加拿大。好，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呢，他就直接讲了，说石油生产国我们现在要摆脱对你们的依赖，所以我们要找其他的客户买我们的东西。你不要没关系，我们就不要卖给你你不要跟我们讲什么关税之类的东西。另外，新任的这个总理原因是因为人家是央行行长这里出身的，所以呢，财经方面他算得很清楚。川普敬他是绅士，他说如果要跟川普见面也可以，但是要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主权受到尊重，你至少得尊重我，不能叫我第51个省的省长吧。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开始讲了，如果线下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改善跟中方的贸易关系？对于跟美国之间来做一个缓和还有平衡。而目前呢，中国对加拿大的农渔产品征关税这个部分，其实呢对于他们是有影响的。好，比如说呢，他们的必须省的这个海鲜，因为呢里面有很多的象拔蚌它其实象拔蚌它基本上呢有90%是销往中国的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真的是对它争取关税的话，因为它美国市场已经受到影响了，所以中方市场不能再受影响，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会讲说为什么要跟中方这边来进行合作。但是美国并没有对于加拿大是他的盟友就缩手了。Rubio 甚至还讲说呢，他们不会讨论兼并加拿大，而不会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呢，在加拿大内部来说，确实就是对反美已经有一种情绪性的字眼产生了。比如说呢，大家就开始讲不要买美国农产品，不要买到什么程度，不要买到有超市说真的都没有人买，我们是不是偷改标啊？毕竟我们滞销了这些东西也是赔钱必须要求生但是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就直接的讲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不像乌克兰一样说谢谢就好了？其实你只要说一声谢谢，我们也许就可以接受了。那对于川普来说，是不是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用一种 emotional， 就是我的感觉好，那就可以呢？因为他也没有打算放过加拿大目前虽然那个50%的钢铝税他已经没有在讲了，可是他要什么？他要对加拿大的旅客，如果你来我这边要留1个月以上的话，你就必须要按指纹。以前不用的，现在要。以前呢，他们把加拿大人视为特殊朋友，现在说你跟其他人都一样，你也没什么不一样这一切就会产生微妙的化学变化了。欧盟这边呢，你来我就会来，所以报复川普的25%的关税，3月12号要正式2阶段来实施。打蛇打7寸什么意思？他现在呢，这些贸易报复都集中在政治敏感区，比如说你的选民，共和党的选民喜欢什么哈雷机车那个就是我知道目标群众会投川普的那些人让他投。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了波本威士忌，这个呢，其实每一次都会被拿出来，在川普的关税战当中都会被拿出来当做祭旗。你收我多少，我就会向你收多少。川普呢，也同样以牙还牙。欧盟如果跟我收2%或200%，我们绝对会把它给要回来。彼此之间都没有人在让的。同时呢，即便是英国，刚刚讲是欧盟英国已经脱欧了嘛，英国现在呢，他也说抢走了美国的钱，抢的是制药工业的钱，这一些呢也要给他要回来。那英国呢，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立即的报复。只说了一声失望，可是强调所有的东西都在桌上，看起来好像他还比较是有情有义一点点但问题是呢，他内部也有一些问题，所以要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了，您怎么样来看？川普呢，就是说这个贸易战一定会打，而且所有人一视同仁，
不分你我他，我们一定会赢。川普其实打到现在啊，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大陆，然后欧盟也即将开始嘛。那到目前为止，每一个国家都是反制啊，对，只有一个国家跪在地上，就是台湾啊。日本也是，日本还不一定，不吭声。不，因为他接下来如果对日本那个稻米，对，日本不一定会接受哦。不会。对，我不认为哦。我们是已经有2个了。那韩国如果他针对牛肉，韩国人也不一定会接受哦，因为这2个都是他们很在意，他们非常在意的项目。非常在意的东西。我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台湾好像什么都无所谓，连台积电也可以接受。那也是我们很在意的东西。那我就觉得，不，这个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大家好像没有那么怕美国了？为什么跟2018年不一样？我认为是美国经济现在就处于一个不好的状态。我用3高来形容它啦。3高。高通膨，高债务啦，高 OK 高国债，然后高股价。我跟你讲，这3个因素都是很不利的。股价是过高，所以你只要稍微有风吹草动，美国内部股市就开始乒乒乓乓，所以你才会看到它跟加拿大跟墨西哥好像那个9品芝麻官的方唐镜这样，一下进来，一下出去，对，一下进来，一下出去。我睡一觉就马上不见了。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发现他打到的都是美国公司啊，表示他根本没有精算。可是你去看啊，加拿大他算得很准，我就打共和党的州，所以他就进牛仔裤。对，他把牛仔裤加税啊，那欧盟也是啊，中国大陆也是啊，所以我并不看好川普的贸易战能打多久了。我认为他4月2号开始搞那个对等关税，大家就撑嘛，我看你可以撑到多久？搞不好自己股市就崩盘了。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高估它了，因为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真的非常不好。你打对等关税，摆明了美国就是物价会上涨嘛。对。那你物价上涨，联准会就更不可能降息嘛。是。那你就去撑啊，你就看谁能够撑得更久啊。比如说我讲汽车啦，你加拿大跟墨西哥真这样干下去，美国的车子平均一辆要抬高价格6000到12000，你的消费者受得了？沃尔玛为什么中国有这个筹码叫他来谈一谈？因为沃尔玛有中国的国内市场，你不要以为它只有进口，它在中国的营收有多大？所以我也不认为沃尔玛能够成功啦。说叫中国的出口商你们自行吸收啊，没这种事啦。到时候中国的那个消费者民族主义一上来，我看你那个沃尔玛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所以我真的认为美国现在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这个2025跟2018完全是不一样的经济基础了。我认为川普必败无疑了。亮哥讲的很决绝，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这次因为沃尔玛他想要求中国大陆的厂商降低它的价格。主要他要压一点成本嘛，他要压低价格嘛，那等于是由这个中国的厂商来吸收关税嘛。那当然，大陆的厂商马上跟他们的就跟大陆政府反映，商务部就立刻约谈了。这约谈很有效，因为等于是政府出面了。那政府出面，那也就是说，你别想要各个击破了。过去欧美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曾经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厂想用大小眼的方法要各个击破，后来大陆这边出手了那也就是说，你哪一些厂商各个跟这个欧洲在那边磋商，那个别谈的话，你们看着办。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大陆出手了，就是要保护整个中国大陆的企业了。沃尔玛如果执迷不悟，硬要这样干的话，那也就是说还有个别的厂商他想各个击破，找个别厂商的话，个别厂商就要跟大陆反映，因为大陆有通过一个法律，你厂商收到歧视性的法律的规定的时候，有义务这不是权利这是义务，你要跟大陆回报。那大陆一旦知道以后，那些个别的厂商如果妥协的话，那当然就要砍了嘛
可是问题是，沃尔玛会面临什么问题？如果大陆把它列为不可靠势力清单，大陆的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厂商、企业、个别人都不能够跟这家企业来往，这家企业也不能够进中国大陆，也不能够到香港，也不能到澳门，全部都没了。除了这个以外，大陆的所有的供应商都不会给你沃尔玛。沃尔玛的商店的店价的产品少60%以上，保证，而且是以上，不是以下。那你想，你一家的大卖场，你的产品下架60%，谁还去你这大卖场？你这大卖场要赚什么钱？你还找别的产品来补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我估计沃尔玛很快的就不敢了，他也不敢再给他的企业、给中国的厂商施加压力。我敢保证，因为一出手，那就我们看着办，下面就有动作了。这不会是一个小事情。另外，我觉得对于加拿大跟对于欧洲来说的话，他们只要取消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大陆马上就会取消对他们的关税，因为这些关税当初是你加拿大是先启动的，是。那么先启动对大陆的汽车电动车课100%的关税，接着后来对钢铝启动关税，那就是因为杜鲁多想讨好川普嘛，然后之前想讨好拜登，然后对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现在只是第一手还手而已，而且还留有余地，那就是等你新的总理上来了以后，你如果取消，大陆就取消，那当然你加拿大要跟美国去打关税战就比较容易了，而不会两面攻击了。欧洲也一样，欧洲冯德莱恩跟美国人说，你不要对我课关税嘛，你这个课关税对我不利，对你也不利嘛，是两败俱伤嘛，你不应该这样子搞这个歧视性的关税。我就想，你冯德莱恩，你怎么面对中国啊？你对中国大陆不是就是搞歧视性的关税吗？那你今天你可以要求美国不要这样对你，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中国大陆呢？所以大陆当然对你课关税，你欧洲你要两面作战，那也奉陪。所以我觉得欧洲如果要好好的跟川普打一场贸易战的话，那就要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那中国也会取消对你的关税。我觉得这个战争就好打多了。可是我对于美国的商务部部长，我最没办法接受他所说的话。为什么？杜鲁多当初是怎么求川普的？跑去海福庄园2次啊，对，还说：“哎呀，我对中国大陆也课钢铝税了。”你就放我一马吧，你要成为51州。后来又再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对芬太尼我已经严打了，我对非法移民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你就放我一马吧，照打。这个就是去求了半天以后，后来杜鲁多说我辞职不干了，我跟你开始对干了。哎，你还说你只要跟乌克兰一样说声谢谢。杜鲁多他不只说谢谢啊。他还差一点跪在这个川普旁边来跟他讲话，你看那种讲话的姿态多卑微啊！但是结果他受到的待遇，他还说你只要说谢谢。我觉得这种人好，不止如此。那我要帮澳大利亚人讲一句话。澳大利亚跟美国，澳大利亚是贸易逆差，美国人赚澳大利亚赚很多钱呢。那你今天赚很多钱的人，你应该跟澳大利亚说谢谢你啊，让我赚你很多钱。他不是他不但我赚了你很多钱，我还课你关税。你石破茂说要去美国投资1兆美元，1兆美元呢，照样颗粒米稻米给你啊。所以这种商务部部长讲这种话，台湾很多1450还有很多绿营的朋友，脑袋独立思考一点点就好，只求你们一点点就好。来，请教岳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贸易战呢，说实在话，我不想讲现象，只是谈它的本质了。因为刚刚亮哥跟赖老师都已经强调了，这个根本都无效的哈。我讲到它这个本质上有3点呢。首先第一个，我一直在不断的在讲川普是一个又笨又坏的人，他一点经济学都不懂。他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呢？他周遭的人呢都被他训练。其实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其实也是蛮有名，张锡国写的，就是美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特征就是说，川普周遭没有讲实话的人。
啊，没有讲实话。因为川普现在这个贸易战啊，就是说大家要了解。美国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呢，美国都是在赚钱的。你知道，一提到美国的各方面所引发的好处现在川普把所有跟美国之间的得罪，我觉得最好笑就是爱尔兰说爱尔兰偷他的制药业，哇塞，这他妈简直是荒唐到极点的。爱尔兰原来他们跑到美国去有多少人对不对？爱尔兰饿死了多少人对不对？他们这个历史都连在一起的嘛，这是第一点，就是他的周遭完全没有人讲实话。第二个，美国现在在玩的事情是孤立主义美国会让所有的除了美国以外全形成一个大联盟所以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很对大家会发觉说，你只要跟中国一起好起来的话，就解决美国现在全世界的话，天下苦美久矣要解决美国这个大问题因为在川普这边的话，他出现的这个策略当中对人家乱来就是说日本人保护他的稻米700%，他要讲我们也要700%，根本就不考虑你们的细节，他自己制造出一个孤立主义。那这些盟邦，除非你完全不想要这些盟邦这不想，因为这些盟邦表现的话呢，还非常想尽办法，还顺你的意思来做，这个结果后来出现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另外，我要强调，你搞这个关税的目的是什么据川普自己讲是说我们弄了很多的关税的话呢，让美国赚了很多钱的话呢，我们的制造业都回来那这个，对，我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个台积电跑到去美国投资，这是非常好笑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一阵我们学校现在刚开完了杜鹃花节介绍，号称台积电有史以来最高的薪水，年薪220万。我那天跟这个李永平在一起的话呢，他对美国比较熟一点。川普讲说，台积电会在美国制造出25000个高薪工作 （high pay job） 的话呢，40万美金都不算高配。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我一算的话呢，40万美金是1300多万跟220万差多少倍差多少倍？那这个就里面说明了一切。美国本身的制造成本非常高，然后它的那个产业都外移。你比如说沃尔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沃尔玛生产东西的话呢，他就看准你美国不能生产，我觉得你叫人家降价没有道理。为什么？讲这个买卖之间讲的就是一个公平交易，是一个供需平衡的问题。所以你现在产生这种结果的话，我觉得美国的贸易战不但是会必败会改变世界的格局，美国会变成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就在川普的这种执政下，这还不到2个月就已经成这个结果，哇！4年后我跟你讲，这不得了我们现在做好准备这个美国真的不能信赖了。好，不过呢，这个乌克兰人想问的是，当时呢，这个川普他的讲法是上来之后就要解决俄乌战，现在他到底要怎么样的解决呢？因为目前眼下看的就是乌克兰必须就是照着他的脚本走。好，可是呢，俄军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不管你要解决不解决，反正我持续打，猛力打。现在呢，收复了库斯克86%的领土，而且呢，他还到当地视察，然后说要解放库斯克。库斯克是什么？是你要知道如果说那个时候他想说拿这边来跟他换其他的地方，那如果现在呢，当普京都已经到了前线之后，当然除了提振士气之外，也有一些蛮重要的象征意义。原因是因为苏贾这个地方本来是基辅所占领的，现在呢被人家拿回来了，直接在中心拉开了俄罗斯的军旗跟国旗。所以呢，如果说你原本的这些优势渐渐的被吃掉的话，战场上面所有做的事情，为的就是事后的谈判。谈判上面你得要看，如果战场没打到一个程度，人家愿意跟你谈吗？乌克兰现在说我愿意谈了，我愿意按照美国的讲法停火30天，但是大家都在说啦，这个可能性趋近于0，甚至还有人不看好，说可能只能持续30分钟。好，最主要原因就是你要看俄罗斯要或不要现在他们直接讲法就是，你俄罗斯跟我谈什么谈？你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了。据知情人士的透露说，现在呢，俄罗斯这边除了原本的这些讲法要求很广泛，先前一样就不加入北约啦，不能有这个北约军然后我们这一些已经宣布的赫尔松或是顿内茨克、吞没要归我们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加码吗？好，不知道。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美国感觉是真的跟乌克兰拉出一些距离了。比如说呢，34国的军事首长都齐聚要力挺乌克兰的时候，
怎么没有看到美国的军事首长呢？就美国没到，然后呢，马克龙就讲说，我们现在要为欧洲、要为乌克兰全力以赴。所以你看到了波兰呢，为了说让他们还是有心链，还是有这个相关的情资啊，或者是这些网络可以让他们在前线打仗有眼睛，再帮他买了5000个心链一起来对抗。当然啦，波兰是因为旁边就是乌克兰嘛，比较近，它也算是类前线了啦。但德国呢？德国现在25%的新兵说不到6个月他们就报退了。如果现在美国因为有一个讲法是他们有可能会在2025开始考虑退出欧洲防务，要是真的的话，会不会让他们的这一些预算规模上面都再次的吃紧呢？所以他们也开始在思考要如何来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势。由此同时，其实俄罗斯呢还要做什么事情？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普京是不是跑去跟美国讲说，也许我可以来帮忙撮合一下伊朗等等的问题？结果现在看到的是中俄伊星期五的时候要在北京进行会谈，谈的就是伊朗的核问题，由中方作为东道主来主持这一次的会议。同时呢，你也看到了中俄伊他们在中东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那这件事情当然就会让美国很在意、很紧张，原因是因为这里呢就是霍尔姆兹海峡嘛，原油会经过这里嘛，所以他们就想说到底要做什么。川普先前不是还讲吗？说他要极致的压制伊朗。伊朗直接呛你了，说我不谈判了，你要怎样你就怎样，反正你开心怎样随便你啦。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呢，看起来就是跟中方跟俄罗斯站在一块儿，所以星期五谈的时候呢，大家就说中国有可能作为中东调停者2.0，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因为想想。巴勒斯坦有办法，所有的人站在一块儿。那当时呢，有办法让伊朗还有沙特阿拉伯破冰。那现在能做到什么？请教一下亮哥，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俄军开始。俄军现在呢，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他们已经收复了苏甲。那这原本是乌克兰认为他自己很厉害的地方。他搞不好还会往前打嘞，打乌克兰的苏美。苏甲还是在库斯克里面。是。我觉得我感到纳闷的就是。这个卢比奥跟乌克兰在沙特的会谈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卢比奥会同意30天停火，那只要停火，美国就恢复情报跟军火的供应。对，卢比奥怎么会同意这件事啊？因为这样不就让美国卷进去吗？我觉得卢比奥这个思考跟川普还有 Jelly Fans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美国的团队乱了。那这个俄罗斯一定反对的你想也知道啊。我俄罗斯如果同意了，那等于是让你乌克兰刚好补充你的军火。而且他一同意之后，他马上又开始无人机又飞过去。不是，要停火1个月啦，30天嘛。对啦，可是开军事资料给他，又开始飞了。这个时候是你乌克兰最弱的时候。那我让你补充军火30天，那我得到什么？对。所以那个欧洲的官员的理解是很合理的啊。他说俄罗斯怎么可能同意？对。所以我昨天看那个俄罗斯的媒体，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同意呢？那你美国除非用什么来答应俄罗斯啊？我难以想象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俄罗斯同意这个。因为你了不起就是给他不然 SWIFT 制裁取消，这没有用啊。军事的东西只能用军事来交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乌克兰已经要答应了，北约就不参加了，或者是你领土要怎么处理啊？这个乌克兰没有任何承诺。而且我跟你讲，更糟糕的是什么？因为泽连斯基不去嘛，对，他派了总统府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去嘛。那个人在谈判前还在英国《卫报》写了一篇文章，敌意满满啊。他的标题叫什么？你知道吗？说我们跟欧洲绝对不能让俄罗斯脱困。他脱困的英文是讲 off the hook， 钩子啊，对，要把它勾住，不要让他脱困。那俄罗斯，你写这种文章，然后你到沙特阿拉伯来谈判，那我要陪你玩呐。所以他就打。是。他这个时候打，美国还是不能提供军火，对，不能够提供那个相关的侦测嘛。你要怎样？就是
你怎么会卢比奥怎么会幼稚到，如果俄罗斯继续打，那你怎么办？你怎么没有想到呢？所以我觉得卢比奥程度真的很差就怎么会谈出这种结果呢？这难以理解。你是个国务卿他只有，我就觉得他的对国际政治跟这种战争的调停，你的逻辑怎么会这么弱啊？我昨天看到那个结果，我真的吓一跳啊！就是乌克兰，我的朋友几乎都跟我讲说，美国怎么上了乌克兰的当？这个我认为川普跟 Jelly Fans 都不可能犯这种错误。是，所以我就觉得卢比奥是不是他事实上立场跟川普不一样啊？不然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讲这一段我真的无法理解，所以我的直接的感觉就是一定还会继续打下去，所以俄罗斯就继续打是，而且我认为他库斯克86%嘛，整个打到100%的时候，他不会停止，他还会再打出去。回过头再打啊！本来那个地方呢就离基辅非常的近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会让战局更加的凶危？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乌克兰现在在前线，其实每天好像俄军都要往前推，现在连普京都到前线去了，请教老师。这次普丁是特别到库尔斯克特别去的，为什么？因为是在于美国跟乌克兰谈好了，谈好了以后说这个球现在丢给普丁了，说这个乌克兰也同意陆海空全面性的休战30天美国要到他要的了，因为矿场已经封上去了，所以美国已经拿到他要的矿产，但是份额有多少不说了。之前是5000亿嘛，对，后来是川普要了1兆嘛，那现在到底有没有再加码？我们估计应该是会加码。OK， 那不管如何他不说，我们也不知道。好，那接着就问了，就是说那你这个30天的停战协议，说现在由俄罗斯来决定了。所以这一位中东的特使，美国的特使现在已经往这个莫斯科在飞了，飞机已经在空中准备要降落了。俄罗斯的发言人普丁的发言人今天刚刚说，这飞机已经快到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要开始进入谈判。可是，在谈判的前，普丁突然间到了库尔斯克，着军装，这代表什么？谈可以谈呢，照打，边谈边打，就是谈可以谈，但是照打。那怎么样的照打？现在打得正顺手因为苏贾拿下来，苏贾是苏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境内唯一的城市了，他守住的最后一个城市，而且有防御工事。这个防御工事很明显的整个都被击破了，因为国旗已经插上去了。对。然后俄罗斯已经正式宣布苏贾整个城市都打下来了。是。打下来，那很明显的，乌克兰的总司令也已经说了，他们已经不排除留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可以撤退，它叫转进了。但一般来讲就是被打败的那一方都会用转进。那转进在我们军事术语来讲就是撤退的意思啦。因为胜的这一方他就是转进那么败的这一方也叫转进，那但是败的这一方叫撤退，因为撤退不好听嘛。我们国民党的军队当初也是从南京撤退嘛，转进到台湾来嘛，这个就是一种撤退败退的意思。问题是在于普丁有没有要让他撤退？估计应该没有，因为他两边其实夹起来他就没了。对，看起来普丁的意思是要把它切断，把他的有生战力都把它歼灭。而普丁的下一步目前已经在做的就是打苏梅州。对苏梅州打下来了以后，右边就对于哈尔科夫了，左边就对于这个基辅了，所以那是一个战略要地，看起来俄罗斯要的更多了。好，因为呢，苏贾他其实还在库尔斯克，但往前就是苏梅。苏梅就像刚刚讲，为什么每次在这个前线一开始打的时候，大家就在讲苏梅，原因是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我们等等回来，请岳老师来帮我们总结。
好，最后请岳老师来帮我们总结。好，我是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卢比奥这次表现得如此愚笨啊，但是我要回答一下这个亮哥要问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川普现在的话呢，是心急吃不了烫豆腐。他原来瞎吹原来瞎吹24小时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那边强调讲说，没讲哪一天的24小时现在扯到就是又是扯到复活节了，我看感恩节也大概都不行了。那么目前为止的话呢，光是卢比奥的这个表现这几天一连串的表现了，卢比奥就我感觉上就坐在范式旁边像个小孩子一样他这个没有这个能力处理的事情。大家午安，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是在南海这边，大家都很关心这位前总统目前状况如何。这个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他才刚刚回到菲律宾，马上就被人带走了。现在知道人应该就是在海牙，而当时呢带他走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现在将他起诉之后，杜特地也出来跟大家说话，他说呢要继续服务菲律宾，但是话中疑似有话，来听听他的讲。To my countrymen, just to give you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am about to land, but I say to you, I will continue to serve my country. 他说他会继续服务国家，好，但是问题是他的支持者是在海牙呼吁把他给送回去。来看看这个画面，那个时候呢，他到了海牙的时候是晚上的7点34分，结果呢，你看旁边两边有没有看到站着满满的都是人，拿着菲律宾的国旗，说要把他给送回去。而其实呢，您必须理解的是，杜特地他目前女儿呢还是菲律宾的副总统，而他在南部这边，特别是在缅南老岛这里呢，还是有非常高的支持率，所以呢，他的支持者现在呢也开始在缅南这边进行了烛光晚会，然后呢要帮他守夜。大家呢说，他一上飞机之后就开始按喇叭表明支持，希望呢能够支持杜特地。其实呢，杜特地这一路走来，他特别是呢，当时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是从缅南离开的嘛，那个时候据说在机场这里还有军警对着他那痛哭流涕，有没有在擦眼泪？然后呢，据说他还跟那个军警讲说：“我理解你们在工作啦，哈，不要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反而安慰他的支持者。现在呢，在菲律宾这边，反正民间来说，就是虽然小马法可是说呢，这不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跟政治有关系。而现在澳洲呢，也对于他的国民发出了旅游警告，特别强调就是如果要去菲律宾缅南老岛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好，现在呢，杜特地人已经被押送到荷兰海牙了。他的女儿呢是很生气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他说飞行时间长达8个小时，却只给我爸一份三明治吃，然后搭配的是什么？有大媒体呢发布了这样的照片，就是好像有人在看他的身体的状况，好，看看他是不是不舒服，原因是因为他整个人呢是躺在这个椅子上面的，所以大家就有在质疑说，到底他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被符合人道的对待？而另一件事呢，则是国际间到底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中方现在是警告国际刑事法院，说事件呢不要泛政治化，应该要依循补充性原则，要慎重的来行使。好，毕竟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影响到菲律宾内部的政局。至于菲律宾现在呢，他们在外部上面持续的好像还是跟美国站得近一些，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现在邀了6国驻军，强化南海军事联盟，加上他们就7个国家了，7国联合对峙的是谁？是中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他们现在跟加拿大也签了一个访问部队的协议，再加上先前跟什么美国、日本、澳洲等，所以呢，中方的认为就是你们牵扯了更多的域外势力进到南海里头，所以他们在外交的层面上面已经多次提出警告，
必须要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符合中国跟东协国家的共同利益。那这一战会不会有一点箭在弦上？大家就担心会有任何的擦枪走火。原因是因为最新菲律宾的一个出招。算奇招啦，他们找了81名的海洋天使啊，这些海洋天使在做什么？就是他们会在菲律宾的舰船上面，然后呢对中国的海警船无线电喊话。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想看看这一些看起来很柔弱啊、很漂亮这一些女生，她们是不是想争取国际间的同情还有支持呢？有大陆的博主直接讲了，他们很多人看起来就是。比如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他们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国际间要上演一场戏？但不管后续这边军事上面，或者是在海上的海警上面会如何的作为，回过头亮哥在杜特地来讲，大家说这个真是一场真的是政治大戏，而且是国际政治大戏。人已经到了荷兰海牙，但即便那样，他都强调他会为菲律宾服务。杜特地的现任民调平均80到87。对。是菲律宾这40年来卸任总统民调最高的啊，排名第2是拉莫斯，60到65，你看差多远？而且对于他的反毒的政策，中下阶层强力支持，一直到卸任都是这样。那当然反毒政策执行的过程，因为他允许警方开枪嘛，而且还允许警方找代理人，也可以开枪。所以大概至少因为这样死了6000多人啊，当然有一些人说死了1万多人啊，可是问题是老百姓是支持的，因为我印象很深啊，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在关心菲律宾马尼拉，它有97个，就是97%的社区啦，通通都在卖毒品。你想想这种地方怎么活啊？不只是民众啊，连做生意都没有办法。而且还有一些毒瘾的人直接上公车去杀人啊，劫持，事件层出不穷。所以没有错啊，他用的手法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了啊。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菲律宾才能够开始做基层建设，然后做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事实啊。不然怎么可能现任民调那么高？因为菲律宾总统只能当6年1任嘛，不能连任啊。那这个案子是这样啦，就是有美国支持的 NGO 去提告，2016年就提告了啦。对。那2019杜特地火大，就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是。可是对不起哦，小马可仕也没有回去，没有加入。可是小马可仕上台之后就配合调查，他虽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可是他配合调查，所以他们就拿到了警方的资料嘛。所以就是用这个警方的资料下逮捕令，所以这个背后的力量，事实上就是美国支持的 NGO， 搞不好又是 USAID 啊，然后也因为协助搜证，所以现在把它弄到荷兰海牙法庭啊。可是你要用反人类罪来起诉，我认为不会过啦，因为又不是战争，也不是屠杀。是反毒过程中，那可能是做了不当的行为啦，就是把逃跑的人打死，或者是有抗拒的人打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认为这个如果国际法庭判他有罪，我实在难以想象，因为他用的罪名是反人类罪哦，这个我认为如果真的这样定验，那就是政治事件了，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啊。因为他本来人在香港，他不一定要回来。他是回去，他也知道回去被抓了。对，而且他也公开讲，对啊，我接受审判。对啊，那因为菲律宾下一次的选举是2028年，我觉得这个会让他的女儿莎拉杜特地找到一个造势的理由啦。可是时间还蛮久的，是，就是到2028啊，所以坦白讲，这个有利有弊啦。因为你要撑2年啊。撑2年啊！可是我觉得支持或同情那个杜特地家族的人会非常多。现在因为表态要参选总统了，大概我看到是有4个人嘛。那莎拉的民调是29，那其他都非常低啦。所以这个总统选战事实上根本就还没开始啊。
那可能会因为这个事件，让萨拉杜特地的民调一下就拉到非常高。我觉得这可能性存在了。可是，李九安有一个收尾吧，总不可能搞2年吧？而且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他跟小马可仕的支持者之间一定会有冲撞，可能会有一些，甚至包括肢体冲突的部分那就会很难讲。不过这个是菲律宾的优良传统就是历来有很多都不是合法选举选上的，都是政变或者是被赶下来的。但你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因为其实民间的情绪也是蛮高潮迭起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才会看到，比如说像澳洲他们也发了一些旅游警示等等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会引发更纷乱的局面？那可是他们持续的在对中，持续的在抗中。我觉得菲律宾内部发生动乱、发生分裂，或者发生更大的南北的冲突跟矛盾的可能性很高。对，例如说菲律宾的这个西南部有个苏禄岛，它还是有苏禄军在，他们也是主张要独立的。那棉兰老岛这些部分里面，他们基本上都是支持杜特地的。而且事实上，在杜特地的执政这6年内的时候这个基础建设做得很大。当时所推出来的大建特建基础建设，事实上就是从南方要一直盖到北方，要连接，让南方的这些农业的产品能够透过北方的港口能够送出去。所以南方的这些民众，他是知道杜特地为他们家乡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是很支持杜特地的。你看，他的女儿也担任过棉兰老岛的市长然后他的女儿当副总统的时候，他的儿子去接了。所以他整个家族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很大。对于绝大部分的菲律宾人，他们都清楚的知道，在杜特地没上来之前，他们的毒品已经泛滥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不管是城市、社区、学校，到处都是毒贩，而且警察跟毒贩勾连，然后警察跟这个很多黑社会的绑匪都勾连。我们台湾还记不记得广大型渔船号？对，那个时候警察本身也就是海盗，然后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民众或是很多的商人在菲律宾被绑架，那时候我们的渔船被扣在这个菲律宾多到不行，很多，然后都要去赎回，所以他们的海警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海盗，就是专门抓我们台湾的渔船，然后去勒索、赎回等等，然后我们的渔船不愿意的时候就被打死，这种都是发生在菲律宾的上面。但你想，当时的菲律宾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台湾也很愤怒，也很生气，我们有很多的商人被绑架。然后甚至被撕票，甚至你也看到香港的旅行团，他们的这个游览车里面被劫持，然后艾奎诺三世那种冷笑，然后造成了这么多的残酷的事件。菲律宾是乱得一塌糊涂。那乱得一塌糊涂的过程中，菲律宾人也苦不堪言。好不容易有个杜特地上来，杜特地上来用铁腕的一种方式的统治，然后一下子先把警察的福利待遇拉到很高。然后再告诉警察说，我把你的待遇拉高了，你不能够再做奸犯科了，你不能够再做匪了。那些警察也愿意，所以为什么他会得到那些警察的支持？很多警察为什么会哭？就是说他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但是他是公务人员，他必须要执行，把他移送到这个海洋这边来。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要做，他也会流泪。他为什么会流泪？就是他在统治，就是杜特地在菲律宾统治的这6年间，他也获得他们的军人、警察的支持，也获得广大的菲律宾的民众的支持。他们知道他为菲律宾人做好事。那你想想看，为菲律宾人做好事，刚刚亮亮有讲了，郑亮有讲了，是被美国所支持援助的 NGO 却去指控，然后指控他，然后他们却竟然这样子就要把他以违反人类罪。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南美洲扫毒的时候，他用的是军事手段他用的是军事手段扫毒对。然后现在竟然对于一个总统用警力的手段
来扫毒的时候，你说它是违反人类罪。如果菲律宾爆发了内战，爆发了更大的矛盾跟冲突，现在澳大利亚都发出警报来，如果爆发内战、爆发冲突，造成更多人的伤亡，海牙法庭要不要负责任？海牙法庭要不要负起菲律宾内乱、内战，然后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这些法官要不要接受这个违反人类罪的调查？我觉得也应该要比照办理嘛。这些是我觉得海洋法庭真的是不要胡搞瞎搞，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了。是，来请教袁老师。我有不少菲律宾的好朋友啊，菲律宾的话呢是非常 emotional 啊，他们情绪上这是很明显的。我印象中非常深刻，1986年的时候，那个马可斯下台的时候，那个下台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其实讲起来啊，它的国际知名度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是美国殖民地嘛。你跟菲律宾仔细相处的话呢，菲律宾人他们讲话、动作、想法非常像美国。我到了那个马尼拉去好几次啊，然后他们那个商场里头就带枪的啊，这个确实是。那我现在强调，我始终都认为啊，杜特地这一次的事情啊，我觉得他有一点是要替他女儿助选了，我觉得有这个味道了。我讲4个理由了啊，就这样。首先第一个理由的话呢，他事前就知道他人在香港的时候参加一个香港的这个菲律宾的公民的这个集会嘛，然后呢他自己讲话，他自己主动讲就是说是双手缴出去，然后就接了，然后这么快就直接办了。ICC 的话以反人就是说国际刑事法院以这个反人道罪的，然后来这个抓他嘛，然后他欣然接受，没有看到任何的逃避迹象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呢，我觉得菲律宾在外面的人很多，但没想到在海牙这么多，真的没想到，哇，不得了啊，又哭又闹的那超过想象，而且打了招牌都一致的，就 send him back 看样子是还没有被抓以前就写好的。就大家可以感觉到出来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因为他的女儿 Sarah 因为这个杜特地本身来讲，他犯的罪，其实他原来在达沃斯，在缅达纳奥那边当达沃斯市长的时候，他就这一套他原来就这一套，菲律宾完全知道他，因为他那个民调支持率非常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可以想而知杜特地本身来讲的话，他根本不，而且他那个时候，他好2019年他就退出来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嘛，就是要避免这个。然后现在的话，那个马可斯本身也没有加入，然后就跟他通知他要抓，然后什么红色警戒线，红色警戒线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发表而且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人自己都很惊讶，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话呢，这个是臭名在外什么一大堆人对不对？你们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的不抓了，普丁的那种不抓了，人家根本甩都不甩你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物根本都甩都不甩你，现在突然一下自动上网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麻烦了。这个热手山芋。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杜特地呢就骂过奥巴马sound of 这个 BB 就是那个很难听的脏话，就是脏话。我跟你讲美国对他很不爽。然后这个马可斯本身来讲的话呢，大家知道老马可斯原来就据说了就事实上也差不多，不是跑到夏威夷去的时候带了好几百亿美金走嘛那美国的话呢不会让他轻松然后小马可斯这边的话就配合上来讲的话呢，那杜特地反美他不一定亲中但是反美的立场很明确，所以这个根本就讲起来的话。大家已经知道，杜特地根本就不害怕坐私人飞机跑到海牙去我唯一不懂的是为什么只飞8个钟头就到了我这不太懂。来。